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老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打工人都非常关心的 performance review 的相关的话题哈。那个一位是Caroline 啊，你好，大家好。对，另外一位是 Tina。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啊！你看我今天没有给两位介绍你们的这个公司和 title，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位最近正好都换工作了。来，我把时间交给你们自己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的职场进展。Caroline 好，先来。缇娜先来。哦，好，我是 Tina，我是呃过去9年一直在 Cisco 做 HR Business Partner，然后也是一个 Team Leadership Coach，那我最近呢换到了思科旗下的一家公司叫 Splunk，我刚开始2周，然后目前非常的好，这个 culture 比思科还要好，所以非常嗯，开心，但是就比较忙，对，恭喜恭喜恭喜！谢谢恭喜谢谢谢谢，恭喜。对。那么大家好，我叫 Carolyn Bob。以前硅谷帮的听众可能知道我之前的工作。那我现在也是在一家新公司。我刚刚那个进入公司1个礼拜。那我现在加入的这家公司叫做 Edge，它是做Global Remote Hiring，这个 Product and Services。我的新的工作呢是 Global Chief Marketing Officer。非常开心，因为公司成长的还蛮快的，然后 marketing 在整个公司里还蛮被重视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大干一番事业的这个 excitement。太棒了，恭喜恭喜恭喜！那个已经是 C level 了哈，恭喜恭喜！那个你看，正好今天就特别适合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对吧？要想在职场混得好，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正好现在是很多的公司的这个 physical year end，不是那个 calendar year end，对吧？就是很多这个时候3月份正制作 performance review、self evaluation，然后 peer review，然后来看你一年的 performance，给个 rating，关系到你的升职加薪等等等等的因素，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事情也很关注。就是其实我就抛一个简单的问题吧，很多有一个大家印象中觉得。对于 performance review 来说，如果我平时这一整年哈，我如果工作好好做，做得很好，那按道理 performance review 不应该是我一个需要花很大力气去做的事，因为我平时做的工作应该能够证明我的价值，应该 as a result，这年底就应该给我升职加薪，对吧？好好的奖励我一番，那因为两位都是在公司，就是在 leadership 的这个职位上，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哈，在你们手下的员工或者你们管理的 organization，你们在年底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会去看一些什么东西呢？就好像说，大家说，哎，我平时干了很多工作，已经干了，对吧？为什么我 review 的时候还要花那么大时间精力去来做这个事儿，让你们知道我做了什么？不是平时就应该知道吗？对吧？所以从你们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尤其是 Tina 是 HR 部门的，可能最后这个review 的结果都还要过你们的手。两位聊一聊你们在这个公司内部是怎么来做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然后你怎么看待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个人的职场晋升的这个道路上？Caroline，你先来。好呀。我觉得 performance review 这个事儿吧，有几个点。第一个点，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到公司来上班，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message，就想告诉大家说，请大家不要觉得你每天的工作是为了 performance review 而工作。虽然像左有你说的，哎，其实我们工作的时候就想说，我们是实践我们的 OKR，到年底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再重新写，好像意义都不大。所以第一点就是说，performance review exists，但是大家不要被它给 overshadow。第二个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 performance review 的确，等你到年底的时候才想重新来写，然后靠写 performance review 来增加或者提高你的 rating，其实都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员工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差不多经过1、2个 quarter 最多，我们都已经很清楚这个员工在我们认为他和这个职位相比较而言是 operating 在什么样的 level。
然后第三一两个 quarter 啊，甚至都没有到 Q3、Q4。一两个 quarter 差不多，其实够了，你就已经知道，因为很多人他做事有习惯性的，除非是一个，除非是一个有 growth mindset，而且当你给 feedback 时候，其实你每次得到的感觉都是它是有成长空间。第三个，我先不展开哈，我就先简单讲一下。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可能不是很多人都关注到，就是 performance review，有时候不一定哦，就是准确的说，performance review 和 promotion 并不是挂钩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待会儿可以讨论。那我先把这三点先抛出来，那听一下 Tina 的想法。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都 hit to the point 啊、在最后讲的时候，我就想，就是其实呢，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好像我们以前也讲过有一期，就是大多数的人他每天到底做了什么，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那其实就不管你怎么写，他其实就有一个事情就是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不是，it's not about the review，it's about the impact。对吧？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做的事儿都没有人知道，就你怎么写又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说，其实就像 Caroline 说的，其实不要特别关注 performance review，而要关注你到底的 deliver 的 result 是什么，你到底有什么 impact。当你有了这些 impact 的时候，那你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而且可能你的 manager 都非要追着你把这些东西写上，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要想一想，就是说，从组织的角度，组织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我怎么样把我平时的工作 connect to 这个组织的大的 strategic objective？第二就是说，不要害怕去讲，就是说自己这是一个 build brand、build influence 嘛，对吧？就是你到底做了什么，你计划做什么，你想做成什么？有时候这些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去讲这些 story，所以它其实也是个 storytelling 的过程，对吧？它其实是一个嗯。你自己怎么样去把自己包装出去，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是 support engineer product function，很多工程师同学呢，其实是非常不屑于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是重要的，对。你说的嗯。讲是指平时就在工作的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讲，不是说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才来讲，对吧？你说的是对，就是平时，对吧？平时的时候就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做了哪些东西，要做哪些东西，deliver 了什么 result，就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把它讲出来，或者就是每个人 build influence 的方式也不同。比如说，我嗯。记得我们有一期有 Shirley 同学的时候，Shirley 同学讲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知识的人。那他平时没事儿就写写 blog，然后在那个之前在 Meta 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去写很多 knowledge sharing 的 post。那其实他的这个 impact 就无形之中的形成了，对吧？而且是一种非常 natural 的方式，也不是很做作，也没有很 aggressive，而且它是带给大家价值的。就类似这样，其实你平时你的同事可能就知道说，哦，Shirley 这个人有什么样的优点，他 deliver 了什么，他在做什么，他就是对吧？他的这个非常鲜活，就是你想到 performance review，可能不用 Shirley 自己讲，他的同事可能都会帮他讲，对。嗯。嗯。这一你说到这点很重要。同事，你说到同事这个地方，正好跟 performance 也有关系，因为大部分公司的 performance review 都有一个 peer review，对吧？你要找几个 peer 来 evaluate，或者说你的好话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 peer review 在你们去衡量一个员工的这个 performance 的时候重要吗？有多大的重要性对于你们来说？就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评价？我我觉得是两个方面的重要性。第一个重要性是，嗯、没有一个人在公司里的工作是孤立的，所以你希望说他拿到的 peer review 呢，in general 都还是觉得说跟这个人合作是 productive constructive。可能不一定没有 conflict，因为有些部门一定会有 conflict，但是希望说他能和别的同事一起合作，所以这个是 manager 会去看的时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additional validation。嗯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peer review，
它在我们最后做 rating，因为 performance review 还有一个 component 是 rating，rating 的时候，呃，我们这个部门可能想要提拔2个人，或者说我们要给2个人 high rating，然后其他部门也会有2个 high rating。那 peer review 在这个时候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关于说，哎，别人可能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合作是正常的 project 都做得很 smooth，但是可能没有特别 tangible 的 outcome。但是别人的 team 可能说，嘿，可是你们的同事给我做 review 的时候说，我给他的这个合作，我们实现了公司，比如说赚了这么多的钱，省了这么多的钱，那个 impact 更大。那我们这2种 peer review 最后产生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嗯在邀请谁给你做 review，然后你邀请他怎么写 review，还是蛮重要的，而不是光讲 behavioral 的啊，我跟他合作很愉快，而是大家都要很明确的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impact 的讲清楚。嗯，绕回来又绕回到 impact。又要我的 impact 绕不开，嗯对，我觉得 peer review，首先，我觉得思科的做法可能，有点不同啊。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公司都，就是简化了 performance review，我们就是其中之一。比如说，我们是没有 rating 的，我们其实也不做 peer review，那我们更多是在于一个employee self reflection，然后加上 manager 的 review。那但是我觉得 peer review 它是有用的，因为就是虽然我们不做 peer review 啊，但是如果一个人是跟同事关系很好，那你可能在我们的这个system 中，manager 就不会去问他的 peer。但如果你跟你的同事经常会有一些摩擦什么的，那 manager 在给你打 review、给你写 review 的时候会去问，大概会就发邮件问一下，就是360度问几个比较关键的 peer。所以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个 system 来讲，呃，它是一个 avoid 你有一些问题的一个机制。对，它不哦，是所以必manager 会去主动去 ask around 去对要一些 对，information，我觉得很多 manager 都会，而且因嗯，为当一个 manager 他去做他这些，他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嘛，他可能会去问，所以说，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philosophy 也很有意思，就是说 humans cannot rate other people objectively。对，呃，对，就是说我们对别人的 feedback 一般都是 biased 的。比如说，我说 Zoe，我觉得你这件事儿这么做更好。那我给你这个 feedback 呢，是基于我的做事方式，所以这个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and very biased。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但有好嗯有坏吧。我觉得，所以我们是不会把这个 peer review 放到正式的这个 review 里面，但嗯，嗯有时候会去问 as an optional。对，哦，我觉得再加一点这个 peer review，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就是 peer management，就是 throughout the year，大家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个叫 stakeholder management。嗯，对，对，就是一定我们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首先先把 expectation 大家讲清楚，你做什么，我做什么，然后我们什么时候 deliver，并且了解说别人的意愿等等，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过程，但是他们对我们这个合作的 outcome 啊，或者是方式啊，有没有觉得说是合适的？作为我们在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非常 proactive 的去做这个 stakeholder management。那么其实就不会等到年终的时候再做 peer review 的时候，或者被 surprise，或者心里这个七上八下，因为你其实知道如果有问题早就解决了，而且这个过程中还会出现说，因为有些部门它是 inherently in a conflict，这个在 Meta 非常常见。嗯比如说 product 和 product marketing，我们就常常在内部就讨论说是 built-in conflict。嗯，对，那所以当你和这些部门合作的时候，就会 naturally 会有很多 conflict。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就是 make sure 你遇到这种 conflict 的时候，你和他去讲 business 的一些结果，但是同步把这个 conflict 的 nature，然后你再怎么样去想要去 resolve 这个 conflict 这件事情的 visibility 一定要给到你的 management，这样每一步你的老板都不会觉得说很 surprise。
嗯。所以就是不仅仅是说manage 这些 relationship no surprise，更重要的是要去把这些事情都要摊开来，就不要把这些事情 on 在一个地方，到年底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有 surprise，对吧？你有问题，你就是要及时的去摊开来讨论，然后去让你的 manager 也好，周围的 team be aware of。大家都知道 acknowledge this is what's happening。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尽早的解决。就是你可能在平时的工作中有很多问题，当然我们从 performance review 的角度上说，可能会影响你的 performance review 啊。当然我们不是这么功利哈，我们还是看你在工作的这个 contribution。但是如果很多事情没有及时得到解决的话，那到最后年底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雷，一定会爆的，因为大家就是有一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强制的机会，年底的 performance review 是一个强制的机会，让全公司的所有人都要 say something，对吧？关于你自己的，关于你的 peer 的，你的 manager 关于你的下属的，你下属关于你的 manager 的，所以这是个强制的，所以你与其让他在这个渠道去说这个事儿，还不如及早把这个事情提前能够说清楚，避免在年底这么一种非常 direct 的，而且没有回旋余地，因为 performance review 没有回旋余地，不是说我说了什么，你还有机会反驳，再来这个 counter 这个回答我的这个说法，对吧？那就是 whatever people ready done ready done。所以对，在平时对于每如果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其实有更好的机会去解决这个问题，避免让它积累到后面对你个人产生这个不好的影响。对，一定是的。然后我想加一句，补充一句，就是每一间公司对于这种 performance review 的 format，它会 influence不同的人的一些行为。嗯，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的 performance 让 peer 给 feedback 的时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template，就是你跟他什么地方有合作啊，你觉得他的合作的what 如何，how 怎么样，然嗯后就完了，对吧？还有一些呢，会非常非常具体的问你，你觉得这个人的 strength 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地方需要 对，improve？有很多当公这个司这种问，他有什么地方需要 improve 的时候，你就是没什么事儿，他憋也得写。着也要逼你憋出一点儿来。对，这种就很恶心，因为其实在最后看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 A player，但是因为某些人挑出来一两个小刺儿，而且你并不知道，你被 surprise 了。我碰到过我的员工，在 performance review 里面，真的就是一个 tech lead，平常也没有跟他讲过，就是合作的时候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他嗯，在写 area for improve 的时候说，在我们合作的 document 上。有很多时候我看到他 resolve 这些 comments，并不 consult 我，他说希望以后他的 communication 可以更好一点。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你在 resolve comments 还要去通报，这个 communication 成本是多高？这个就是那个典型的 bias，啊就是可能因为他自己是这个风格的，他可能觉得说，我希望说去 consult，这就是典型的从我的角度给你 feedback 啊，嗯对，所以这对，个需要你的 manager，这个其实我们要 highlight 一下，这个需要你的 manager，第一要 mature，对吧？嗯要了解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 manager 和你之间有没有 trust。这个我觉得I 嗯 can't stress more enough，就是 我们常说 managing up，其实 managing up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 manager 是否对你有信心。然后如果有的话，我自己的 career 里面我见到过，我有曾经受到过越级 complain，说我做事要求太高，他们都已经打回去3、5遍了，我还是觉得他们做的不够好，这样怎么走，一口气打到我的 VP，那个时候我也只是一个小 manager，但是我的老板说，我相信他，这个事情他没有经验，这件事情我可以 coach 他。然后他就把这个揽下来了。之后我在那个 job 上就一直 flourish。我也碰到过，就是那种 feedback 拿到过来，然后但是我的 manager 本身就自己就不是很 sure 他自己在公司的位置，那他就觉得说，那我不要帮你。所以你要搞清楚你的 manager 在公司的 power 有多少，然后你跟你的 manager 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 strong，他了不了解你在
在这种 situation 下面，就说他愿不愿意，第一他愿不愿意 defend 你，第二他是不是深刻的了解你，嗯。但他愿不愿意 invest in you。对，你看我们说着说着，这件事情就有点复杂，就是它牵扯到了最后你平时的各种各样的，不管是 performance 也好，还有人际关系也好，并不仅仅的是你的工作表现优不优秀或者怎么样，然后你看我们最后是如果回到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呃，当我开始问我平时工作做好了，就自然而然会得到一个好的 performance review。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把工作做好这个事情本身，并不是仅仅是指你把你自己的 task 能够完成，而更多的是你 manage 好了你的 career 的这个 path，你的 career 的 growth。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工作做好，对吧？你的人际关系、你的老板、你的 partner 对你的信任，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去 build 的。呃，虽然我们不是说你要带着一个 performance review 的这些个 checklist，这每天在工作，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关键的 fact 对于你的 career development 是很重要的。几个比较常见要避免的问题，比方说跟其他的 stakeholder 或者是其他的合作的组发生激烈的冲突，有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哎这个组的人就是脑子有问题，对吧？他怎么这个事情都想不明白，对吧？然后就很多时候发生一些很激烈的这个冲突。那 end of the day，其实你 both lose，你并没有带来非常正面的这个 impact，对你自己的 career 的 development 也不是很有利，所以更多的是你要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当下去化解这个问题，呃，这样才能够自然而然的来到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不会有这些埋雷，就好像给你一个非常 negative 的 comment，然后你还很 surprise，所以行，那我们觉得那个问题算是 half resolved，就是是也不是，对吧？并不是说你平时工作好了就一定能够好的 performance review，但是，对吧？是你工作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以及你怎么 manage 你的整个的这个周围的人的一个问题。行，我觉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来做工作，你是有 OKR 的，你是有 KPI 的，对吧？这个是做什么？你的 what 你一定要管理，而且你的 what 是要能够和公司的这个 business impact 要挂钩。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当你去 prioritize 你的时间的时候，你要 make sure 这个东西是 maximize 你的 business impact。但是同时，非常 organic 的另一部分，你做工作不是 separate，是非常 organic 的，就是 the how you do the work。因嗯，为公司想要 scale 的话，他肯定不希望有一堆天天在那吵架的人，对，他需要的是一群能够有 conflict，但是有了 conflict 可以有就是建设性的去把这个 conflict 给内部能够 resolve，然后用这个大家不同的想法找到最好的 solution，这样这个公司才能成长。所以对。这两件事都很重要，what 和 how 都很重要。对，就相当于说你把工作做好是，就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是 what 的部分，然后当你把工作做好，但是你还有很多 stakeholder management 要管，然后 manage up，并且呢，就像 Caroline 说的，因为我就想到我们公司也有就是能力非常强，但是经常就是burn the bridges。这样的人其实我很难看到他们在公司待长久，也很难看到我们真的就是会去 invest in them，因为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最后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工作，那你怎么去成功呢？就不管你怎么去有多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以前，不管你能力有多强，那其实它是一个 principle 和 value，对吧？你体现出来的 value 有没有，其实跟公司的价值观有没有 align，对吧？这也是很对。重要的一点，嗯。嗯。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到这儿，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呃，尤其在大厂工作的朋友们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刚才说 OKR，对吧？这些 business goal，呃，其实，在大厂里，你很难分到每个人头上，每个人都有这么非常卓越的，对这个整个公司的 business goal 有非常直接的 contribution，对吧？
大部分人就是可能一个大组对于某一个 OKR 的上面某一个 improvement 有那么一些 contribute，然后那个 contribute，然后你要再划分到每个人头上，其实是划分不下去的，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比方说你是一个 sales leader，你带领这个 sales team，今年多给公司卖了多少东西，这个非常明显，这个 everybody 就 immediately get it。但对于大部分人，他不是在这么一个组里的工作，那些 OKR 其实当滑到你这一层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是非常 tiny，非常 tiny，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显得你在一个就是说你不能单单的靠这个 OKR 来支撑你的 performance review 了，因为这不是很明显，因为这样放到组里一看，大家可能都差不多，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然后 business impact 谁为公司挣了几个亿吗？可能也都不会有，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会要更加的重要你的这些 teamwork，你的这个achievement，你的这个在各项工作上的完成度，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能够直接 contribute 非常大的一个 business impact。我觉得这点是的确存在，嗯但是我想推荐，呼吁咱们的听众，要做 entrepreneur。其实我在业余的时候，我是教 entrepreneurship 的课，我们的学生是德州的学生嘛，比较多，但是他们有时候他们本身自己就有工作，然后他们来 take 这个 entrepreneurship 的课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这样专门和学生讲过，就是说，你就算是在大厂。而且你不打算离开大厂去创业，你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在大厂里面的企业家。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有，现在不是我们完全很流行叫 founders mindset，嗯就是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有 founders mindset，除了嗯，我们被分配的1亩3分地的这个 OKR 之外，每个人其实都是有 capacity to think beyond your day to day。所以第一，先要做到非常 curious，我这个 OKR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底 ladder up 到什么样的一个 business goal？第一，大家要明白，作为一个 entrepreneur，你把自己假设成一个 founder 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要非常 curious 的去跟自己 immediate team 有合作，或者甚至是没有合作的人，然后你去 seek 你的 mentor。然后我们待会儿应该还可以要聊到这个 sponsors，为什么呢？嗯你要去了解说，除了我这个小轴承之外，我们这个 machine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而且我在我的工作中有很多现有的 processes，它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想的。我千万不要别人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 independent thinking，而且能够找到问题，并且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去 improve 大家合作的方法。这就是你从 tactical 的角度来讲，这就是你能 stand out 在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你能 stand out 的方法。但是 ultimately，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态度，而且会把格局变得很大的一个方法，就是不管给你什么样的 platform，你总是可以以一个 founder 的这个思维角度去想，我怎么把这个公司变得更好。那接下来的 promotion 也会给你，performance bonus 也会给你，更大的 scope 也会给你，因为其实公司非常需要这样的人，而很多时候很多人，包括我的 director level 的很多人，我都发现他们，我不愿意去 promote 那些人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 independent thinking，没有那个 hunger to learn or drive things。嗯就是这点太重要了，我觉得，就那你说到每个人其实 OKR 都差不多，最后分到一点点。其实从我们 HR 的角度，怎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一个 team 足够大的话，你其实是很明显的 bell curve，就一定是10%到20%是 high performer，然后大多数人是 in the middle，然后大概10%是 bottom performer 的。所以其实，像 Caroline 说的这个 stand out 的人，他其实大家智商都差不多，对吧？不是说我们就是 intelligence level 有什么差距，更多的是你的 mindset。这个 entrepreneur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其实是不管你的 OKR 多小，或者是多limited，you can actually create your own impact。你总是可以找到机会去，去 create 一个 win-win situation for you and for the company。
对，就是这种主动性，这种think differently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嗯。是的，因为我们聊到 performance review 哈，就不可避免的经常会聊这个 promotion 或者是 bonus 或者就是一些 benefit 哈，因为这经常是呃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呃，那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聊到大厂哈，很多时候在大厂里面，这个听到说这组里有很多人，对吧？It's almost unrealistic to expect 你 always get promotion，因为你组里有很多人，尤其是在这个 organization 大了以后，很多时候甚至会出现这种论资排辈的情况，就啊这个人进我们组有多少年了，对吧？然后这个是新来的啊，才来半年或者是不到1年，那可能这次就不能考虑他，对吧？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工作4、5年的老员工还没有 promote 呢，对吧？然后经常内部就会发生一些这种 balance 的这种情况，然后有点像论资排辈，那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OKR 上或者在你的 business goal 上很难 differentiate，因为大家做的事情可能大家都在那个 bell curve 的中间，对吧？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比别人要好非常多的这个好很多倍的这么一个明显的优势，所以就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因为在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肯定会有这种问题。你们觉得这种情况会有可能有解决的途径吗？还是说这个环境如果是这个样子，咱们就换个环境？我觉得 promotion，首先可能跟公司 culture 有关。像你讲的，如果有的公司它不是 performance driven 的，那确实是这个就很难讲，对吧？嗯但我经历的，反正思科或者一些其他的大厂，我以前在 Intel 也做过，大多数来讲还是比较 performance driven 的。其实，当然它要有 balance 嘛，你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员工，嗯对，就是说它有一个 balance。但整体来讲promotion 有2个方面，一个是business needs，对吧？你如果有一个 promotion 的话，它一定是你这个 business 有这个 scope，或者你已经做到了这个 next level，对吧？你已经展现了你 next level 的能力，而且 business 有这个需求。有的时候，如果是比如说经济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能力已经到了，但是公司就是没有这个坑给你，那也是一个比较 unlucky 的 situation。然后，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是 individual readiness，因为这个 business need 是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可控的嘛，但 嗯 individual readiness 是你一定可以去自己掌握的。比如说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什么时候想到什么级别，我什么时候应该拿到一个 promotion，或者我对我自己的规划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你自己可以掌控的。然后我怎么达到那个目标，然后那个目标它的要求是什么，这个其实很多公司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也有情况是越往上其实越不明确，对，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你还是有一定的 idea，然后而且你也可以主动去跟你manager 去讨论，跟你 skip level manager 讨论，像 Carolyn 讲的，你有一堆的mentor sponsor，这个是大多数人可以自己去掌控的，所以我会建议说大家要当然 scope 也要理解说我的 business 有没有这个 needs。我就见过我们有一些员工，就是他跟我讲他没有得到 promotion 的时候，其实我这个 scenario 是我讲完了以后，我发现就是这个员工其实不太理解这个 business，因为他觉得说他应该是 lead 一个大的部门，怎么样，有很多员工，但是我们当时的情况是这个 business 在 shrink。所以它是一个 unmatched 的，对吧？condition。那在他的脑海中，就是说，我想达到这一步，我应该 lead 这么多人。那这个是一个 business need，但这个 business need 现在不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可以做的事情是，理解公司现在的 business 情况，然后业务发展方向，这些其实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然后其次呢，就是自己的这个 readiness。自己怎么样 build 自己的 brand influence，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impact 上面，这个是非常可控的。而嗯且嗯the worst scenario 就是这个地方不给你，但是你已经 ready 了，你是随时可以去别的地方的。
就像 Caroline 这样，对对，其实真的很好玩。就大家有时候聊起来说，哎，怎么样？大概差不多2、3年我会换一换。对，不完全是因为我就不愿意留很长的时间，但是有时候，呃，most recently，我觉得我就是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从我的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我可以 operate 就是整个的 global 的 marketing 的东西，但是我之前加入的时候本来也是一个 regional CMO。至少是管整个北美这一块市场的所有东西。后来公司的这个 strategy 改变了，我们作为这个地域性的部门，我们 marketing 的 PR、product marketing 等等很多功能全部都被 consolidate 到总部，甚至把我们的人也砍掉了。然后总部说我们招人更便宜，你们就用这个远程的支持就好了。我就有点像我本来想要去这个3米跳水台好好游泳，突然发现水都退了，那只到我膝盖这么深。所以在这种时候，还不完全是我想要 promotion，就是变成说，当你 ready 的时候，你离开，其实世界很大。但是嗯我觉得还有2个点也很重要，关于 promotion，尤其是这个所谓论资排辈的这个问题哈，假如困扰人的话，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嗯，不管他们是否论资排辈的去 promote。因为就像 Tina 刚刚有说，可能有时候给这个老员工去 promote 呢，是 retention reason 啊，或者干嘛，就是领导层是有不一样的 consideration 的。那我觉得我劝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如果你去了这个公司还不到1年，我觉得还是劝大家要有一定的 patience。因为1年的时间真的 physically 不大可能让一个人能够做出非常惊天地的这个 impact。嗯 career 其实很长，对吧？非常 easily，我们都是20、30年的 career。在这个过程中，你给一点 patience，因为这个 patience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需要那个时间去 grow your influence，grow your power。因为很多时候跟人的关系啊，trust 呀，一定要最少喝过3次酒吧，可能人家才知道 who you are，或者说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去铺垫的。那所嗯以不要太焦虑，在1年以内如果没有 promote，不要太焦虑。然后第二点，关于 promotion 很重要的一个点，我想 touch 就是补充 Tina 的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在大家最后去 debate 谁 promote 谁不 promote 的时候，你有一个人在那个 room 里面帮你说话，这个就是英文常说的叫 sponsor。嗯我觉得我得先承认，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觉得 mentor 跟 sponsor 都一样，然后我还是蛮愿意学习的，我给我自己找了很多的 mentors。但是我现在再回头看，我并没有非常，我觉得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去寻找在当时那个公司里面我的 sponsor 是谁。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 sponsor 他可能比你的老板的级别还要高，而且他是非常有话语权的，但是他一定要知道你是谁。所以当大家都在 fight 的时候，因为一个公司它不可能。因为它的业务只有，对吧？只需要这么多，更多人可以去 promote。每一次 promote，其实它的这个人力成本都在增加。那么它一定是会有非常有限的数据，有可能今年是 product，下一年只有可能 engineering，它就是只有这么几个位置。那你这个 sponsor，它可能是 C level 或者最少是 VP level，他有话语权，他有 credibility。当他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而且甚至他可能会帮你说。我觉得不止你可以 promote 他做这个 marketing 的事情，做 product 的事情，我觉得他甚至有可能可以干做 customer service 的事情。所以当你的 sponsor 看到你，并且愿意用他的英文说叫 social credibility，对吧？social currency，他愿意在帮助你的过程中，把他的 social currency 花在你身上，这个是 big deal，而且这个基本上来讲百发百中。当然嗯也不能说百分百中，很大程度上会 boost 你被 promote 的机会。所以去在公司里去 identify 谁是你的 sponsor，然后跟你的 sponsor 去把这个你的诉求说出来，并且让他也 trust 你。我看到的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 TED 的一个 talk，是一个黑嗯人的女生叫 Carla Harris。
他关于这个 sponsor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alk，好像 Tina 你最近也参加了这个叫做 Conference of Women。California Conference for Women，对。对，Carl Harris 就是在这个 conference 上做过同样这个一个 talk，所以嗯。我们这个 SVLC 的 co-chair Selina 说，她就是在 conference 上看到这个 talk，也是非常感到非常震撼，非常好。我们回头把这个 link 放在那个视频的下面，强烈安大家可以利一下。看一看。我就补充你提到这两点。你提到这个 sponsor，就突然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记得我当时在 Wish，被我们 CEO 抓去做我们自营业务的时候，就立的整个自营业务，把它从无到有做起来的时候，我自己本身的身份只是一个 business analyst，就甚至都不是 business person，就根本不在 business 的 organization 里面。但是他觉得这个事情你可以做，而且你 improve 了，你可以做，那他就会把你拉过去做。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当时心里还挺纠结，就觉得，哎呀，我能做吗？我能做得好吗？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咱们讨论到这儿，我回过头来反过来看，其实这是一个 sponsor 的很好的例子，就是他 trust 嗯，你能够去做一个什么事儿。反而是更重要，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能不能做，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他可以给你 open the doors，而且周勇，你可以讲一讲你是怎么 impress 到他的，你是怎么样 build 这个 trust 的，就对，我是可以稍微提一提，就是，首先我跟 CEO 隔好多级嘛，他肯定也不可能认识我啊。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呢？是因为有一次他在公司开会，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是跟我们这个数据相关的，就是他说我们公司做了很多的测试，每年做很多测试，然后有的测试好，有的测试坏，对吧？那测试好的就会有一个结果，说这个产品的这个新的 feature，对吧？会比原来好多少？它会有一个 number，对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做了这么多测试，到年底把这个 number，比如 5% better 或3% better 加起来，按道理我们公司应该50% better than last year，但其实可能只有10% better than last year，就这个数字不 add up。他说是你们测试有问题呢，还是谁搞错了呢，还是怎么回事？当然，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统计学的这个因素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是它是有一个原理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数字不能加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啊，这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常识。但是当时我就想，公司这个居然老板 CEO 要在全公司大会上问这个问题，就说明没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然后我就花了一个周末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我就解释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不能加啊？它有很多很多种原因啊，应该怎么理解？然后我就发给了 CEO 啊，CEO 看了之后，就理解了这个事儿，他又把我拉过去做很多 A/B testing 相关的工作，怎么去做 measurement，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认识我了。然后认识我以后，我就会在一些会上了，就这个时候我就会出现在一些他的会上。就这是 first step，就是你要出现在这些场合，你如果根本就不出现在这些场合，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落在你的头上，对吧？然后当我出现在这个场合，有一天开会讨论的事情跟我的工作完全没关系，就是我们自营的业务怎么能够做起来，就讨论这个事情。当时我们都是一个平台，就是卖家这么卖东西，我们说我们想自己买东西让自己卖，怎么做起来？然后当时嗯有雇了一个小团队，然后反正做的效果不是很满意，然后他们也没办法找到很多好的源头工厂，然后呃，开会开到这儿了，也是这个问题抛在这里的时候，对吧？然后我就说，要不我试一试，对吧？咱们中国人嘛，我们是中国人，在国内还是有一些 connection，可以去至少去问问人啊，去什么什么之类的，看这事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solution 可以做。然后你去试吧。当时不是我一个人试，这个 room 里他让大概3、4个人同时去试，去 explore different possibilities。然后最后就是我这边试出来的结果就是跑通了，就也找到了源头的工厂，然后也买进来，然后我们也卖了，然后就整套流程就这么就跑通了，通了，然后他就说，哎，既然这东西都已经通了，你就接着做吧。对吧？你就把这个业务给做起来吧，这就已经通了嘛，it's there，对吧？但是也有别人在试，当然比方说别人在试就是啊，可能找到了一个工厂，但是没有把这个链条给链起来，那只是找到一个联系方式，有一些报价，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真正的串起来，把它 flow 给跑起来。
对吧？然后所以最后就 CEO 让我去做这个事儿，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说我在平时的工作中哪个工作的东西做好了，然后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老板很满意，一个 high rating，然后 promote，因为根本就完全没有这一套东西，完完全全是一个，就像 Caroline 说的，是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 influence，对吧？你是不是让这个公司 become better，甚至是有一些 founders mode 在里面，对吧？你嗯觉得这个事情要做好，应该去做什么什么事，这事情跟你工作本质工作有没有关系，甚至都不那么重要。你想作为一个老板哈，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往往哈在我的团队里面，我会偶尔看见有一个人，就是刚才听他说要 beyond your 这个 scope，你 you are ready for next level。大部分时候我会看到，有一个人在组里面有这样的达到这样的水平，我很少看到组里面同时有2个人达到这样的水平。它其实是对，有一个，就好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我们这个会议室同时有4个人去做这个事儿，explore，但是往往做成的可能就只有一个，要不就是大家都没做成，就 nothing happened，that's it。很少出现2个人能够把这个事情做成嗯的情况，或者是同时说在一个组里，哦，这2个人都达到 director level，然后我们来选这个谁能够 promote，大部分情况就是有一个人能够 outstanding，然后他来把这个盘子给组起来，因为这有时候有点嗯，排他性，你一旦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了，其实这东西就是你的，就不对是别人的了。对吧？对，所以这个我现在回过头来想，就是刚才说的怎么样拿到 promo，往往就是你要做这个组里面的这个人，这是能成最最事的人，是的，嗯，你这这是最实就是一个闭打实的。环的 entrepreneurship 的故事嘛，就是对啊，刚才我们讲的，对，就是而且就是 take 了很多就是 above and beyond 的东西，对你对肯定是花了很多晚上的时间呐、业余的时间啊，因为你当时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其他的 OKR 需要完成是的，肯定的，肯定的。对我那个邮件都是周末写的，这肯定不是工对。作时间写的。对，对，你能想到去把这个东西 investigate，然后写一个很长的 response，就是说明了这个人做事的态度，然后他的 mindset，然后就什么事儿交给你就很放心。而且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下，我觉得 women 是 often 像 Caroline 讲的，women 是 often over mentored but under sponsored。对，对，就是对对，找寻 sponsor 的过程，有的时候是有一点点 random。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好，但是也可以更 intentionally，就是去 build，特别是当你跟这些很重要的 stakeholder，公司里的很重要的 stakeholder interact，要去想一想这个怎么样去 be thoughtful。嗯，但作为你可能本身就是这个做事的风格非常好，那就你可能不遇到这个 sponsor，你会遇到别的 sponsor 的。嗯我现在回头想一想，其实如果大家在公司里工作，你去看看你们公司 org chart，谁是那个 influencer，其实你在公司只要上班，认真上班，你都知道 who is the influencers of the company。他可能甚至并不在那个 role 上，但是发现还有很多事情他说话是有分量的，it's very 嗯 important role，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紧紧守着自己那一块的。你看高层开会，你能看到的地方，你就会发现有的人是在这种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influence 的角色上，我觉得而且谁我觉的工作都得就是会跟这些人有交集，你可能要大家好好想想，怎么样能够让我其实他成为你的 我自己的 sponsor。例子是，我自己的例子是，其实我知道哪些人是 influencer，但是我呢是其实我是很讨厌 networking 的一个人。我是很喜欢交朋友，然后我觉得当我去 networking，然后我就会变得很 awkward。然后呢，我自己的一个办法就是 sharing knowledge。比如说嗯我做什么事情，我就真的很喜欢写东西，然后我就 post 在 LinkedIn 上，然后时间长了，其实它也不 awkward，它也是一个，我觉得我分享出来是一个 gift for other people，对吧？他们就学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跟我说的 Shirley 的这个 example 一样，时间长了我就被 notice 到了。
我包括就是被 nominate 去 California Conference for Women 去做演讲，也是因为我的大老板 notice 到我很喜欢分享 knowledge，就是好为人师可能是，然后就 nominate 我去做这些讲座，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但是呢，就是分享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在公司部门，我在公司的一些 networking event 上或者 happy hour 上遇到一些就乱七八糟的同事，都会跟我讲说，哎，你最近做的那个什么硅谷帮，对吧？你最近录了一希望有一期节目，天我们有这样的效果啊！对对，感谢感谢。就是他自己就把你的事儿给你讲了，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去 share knowledge publicly，而且这是我嗯。自己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你让我去跟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一个人去硬 networking，这个我是觉得不是特别，对我来说不是特别管用。对对，我肯定不是硬 network。我倒是觉得听你们两个的这个分享有一个 common thread，我们可能可以 highlight 一下，就嗯，是找到你的 strength。找到你的 那么你 strength，做这件事的时嗯，候，你会非常 enjoy，对，你也不会觉得是加班。比如左嗯，右你在做这个 email weekend 来写这个邮件的时候，可能你也没有想到说我就是为了 impress CEO，你不是，是闲聊，绝对不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我只很有是想的，趣。我只是想到这个问题居然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那对，我能回答，那我就对回答呗，就是这么简对单。对对，就是，对，然后 Tina 也是，你去分享的时候，不是因为，不是不是因为我想得因为说到什么 你 next 要什 level 么什么 的机会 fame 啊，或者什么，你就是非常 enjoy 这个过程，所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我在 Meta 工作以后，我觉得让我有点醍醐灌顶的一个思维模式的改变，就是不要去总在想说我怎么能够补短。其实我们的生活3万天，对不对？就是人家说3万天到世界一游，我们其实就那么多时间，我们要 focus 在说我们的 strength 是什么东西。嗯，那你做这件事的时候根本都不会累。就像我对，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做了那个我们 product marketing 的有一个课，我现在学生应该是大概将近300个学生付费买我那个课嘛。然后 publish 很好，给我50%的 payback，所以我还交了一点点小小的税，版权税。嗯，太厉害了。等但是一下把那个课我想，放在链接里面，让大家去然后课的去，链接也可以给我们放一下。好呀，回对对对对，让头我给你。大家去注册。对，我的学员后来还有专门就发微信给我说，哎呀，很高兴听你的课，我现在拿到 TikTok 的 PMM 或者 Meta 的 PMM 的 job 等等。就是我做这个课的时候，我当时印象很深，第一版其实做的很粗糙，6节课，后来我就觉得自己觉得不够好，我又录了第二版，第二版变成了12节课，那个 slides 大概都写了130-140页，因为有这么多个课的内容要讲嘛。然后我录是什么时候录呢？那个时候我家小孩子还很小。我都是晚上11点开始，大家都睡了以后，我就坐在客厅，然后就对着镜头那边录。有一两次录到最后，我自己都睡着了，但是我没有觉得累，就是我不觉得辛苦，因为我非常 enjoy 分享我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想跟大家 highlight，就是找到你的 strength，然后嗯，找到你可以给公司发挥 impact 的地方。然后就想象公司就是你的平台，然后你去用那个 founders mindset，其嗯，实你就一直这样坚持去做，就是要去有一个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最后真的鲜花也会有的，promotion 也会有的。对对，总结的特别好，总结的特是的，别好。你看，我们从 performance review 聊了聊，最后发现真正的核心，真的不是那个 performance review 你写的那些什么东西，真的就嗯，是你在工作中你的 mindset，你创造的 influence，然后你的 drive，你到底为公司带来了什么价值？这最后是对，最重要的核心的价值。enjoy 真的要 enjoy everything you do，因为 everything is a choice。既然我们都 choose 来 work，就 enjoying it。也许你的 OKR 没有那么 exciting，那就用你的 strengths 找一些 exciting 的 entrepreneurship 的机会。是，太棒了，太棒了。好，感谢 Caroline，感谢 Tina，今天我们聊一聊 performance review 以及 promotion 相关的话题哈，希望大家听了以后能有一些小小的收获。如果能够正好解开你们心中一点小小的疑问的话，那我们也就是非常开心。反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来信来留言，我们也都很乐意去讨论。
Caroline 记得把这个课的链接发给我。好的，我等一下还有发给你。 Kamala Harris，对，还有对， Kamala Harris。是的，是的，嗯，是的，我们回头发在视频的下方。好，今天很好，开心跟两位聊天，那也这就是 enjoy 嘛，就是 Caroline 说的，就是感兴趣，对吧？两位也都是我们硅谷帮的老朋友了，对这个事情也很感兴趣。你看，我们就再一次 demonstrate 了这个兴趣这个事情。我们现在也都是晚上快10点钟了，对吧？大家聊得也很开心，也不觉得说我要睡着，聊着睡着了。兴趣，兴趣啊，兴趣，这个追对，问加 influence。好，嗯，嗯感谢两位，感谢两位，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好，谢谢，辛苦啦。谢谢，嗯哼，谢谢，周末愉拜快，拜。拜愉快。拜。拜拜。